晴朗的五月天，一个小山村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地方。此时正值晌午，家家户户已炊烟袅袅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谩骂声在村里的一角传了出来。我说屠烈户，你他妈穷疯了你！一个快死的女人你也卖3两银子？阿柱，你别他妈不识好歹！要不是看你20好几了还没个婆娘，我才懒得给你往家里面送女人呢。这女人是受伤不假，可你要是能请个郎中，兴许还能救活。这样你花个3两银子买个媳妇儿，那是占了大便宜了。便宜个屁！便宜你怎么不留着？你赶紧背人走，别他妈一会儿这人死在我家给我惹一身晦气。行吧，走就走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！屠烈户气不爽地背起地上躺着的女人，转身便走。一个快死的人我后悔个屁！阿柱骂了一句便回了屋。屠烈户犯难地走在村里的青石街道上，思想了片刻，脚步又向另一方向走去。不多时便来到一家篱笆院，一眼看进院子里那3间茅草屋显得有些破旧，院里倒收拾得干净敞亮，这是村里最穷的一家。屠烈户略微犹豫了一下，便拍响了这家的破木门。门一响，从屋里走出来一个身形高大的中年大汉。谁呀？桑大铁，我是屠烈户。门很快便开了。当桑大铁看到屠烈户背着一个女人时，愣了一下。你这是？我们先进院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屠烈户将背上的女人放在枣树下的阴凉处，这才看向一脸不解的桑大铁。刚要说话，屋里又走出来一男一女。男的年轻俊朗，女的是一个姿色上乘的中年妇人。他们走到近前，看了看那受伤不醒的女人，也是不解地看着屠烈户。屠烈户，这女的是谁呀？你把她背到我家做甚？桑大铁，我家阿战呢，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了。可以你们家的条件，要钱没钱，要房没房的，而且还是个外来户，这让媒婆都不敢登门啊。这不，我给你送来一个便宜的女人，你只要掏3两银子，这女人呀，便是阿战的婆娘。屠烈户啊，我看这女人也就剩一口气了，这我们买来万一死了，这对我家阿战更有影响，你还是再去别家看看吧啊！哎，爹，买了她吧，我想要个婆娘。桑大铁微怔了一下。好，那就买了。林姑啊，去拿银子。屠烈户听说过这对夫妻宠孩子，没想到是如此宠溺，只凭他们儿子一句话，便将人买了。待他拿钱走人，桑大铁这才问道：主子，你为何要买下这个快死的女人？你不觉得她来的正好吗？她死了，咱家的名声更不会有人来提亲了。若是活了，也能应付一些麻烦事儿。还是主子想的周到。桑战身形蹲在女人跟前，只见女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装，款式布料是他没有见过的。再看她容貌，虽然她的脸色惨白，脸颊上还有血渍，可也不难看出这是个漂亮女人。桑战探了一下她的脉搏，眸中幽光微闪。林姑，去将家里那颗500年的人参给她服用。啊，主子，那人参是给你留着不备之需用的，怎能给她吃？给她吧，这人还能救活，活人比死人有用。桑战冷笑的说完便回屋了，剩下的事情他无需再管。3天后，婆娘，你醒了。于珊珊刚睁开眼眸，便听到一道清朗动听的男子声音，本能的侧头看去。婆娘。于珊珊后知后觉地想着这2个字，然后皱了一下眉。你叫谁婆娘？这一出声，才发现自己嗓音有些干哑。当然是在叫你了，这屋里又没有别人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又不认识你。现在我们不就认识了？我叫桑战，从今天起，我便是你的相公。相公？于珊珊皱了皱眉，这人说话好怪，自己又不是演员，这人又是一身穷人古人打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拍戏吗？想着便坐起身。桑战闻言眉头也是一皱，不过他很快便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家又不是戏班子，拍什么戏啊？你的头壳伤了，是我救了你，所以呢，你要嫁给我，做我的婆娘。于珊珊听他之言好像哪里不对，戏班这2个字好像给人一种很久远的感觉。眸光扫了一眼室内，只见屋内的东西陈旧简陋，还透着一股古风，尤其桌上的铜镜与油灯，一看就是有些年景了。请问现在是哪个国号？你是不是病傻了？自己是赵国子民都不知道了？于珊珊没有理会他的无礼，没想到自己还真穿越了，只是不知是身穿还是魂穿。麻烦你一下，将铜镜拿给我。你们女人真是麻烦啊，都伤得差点没命了，
还有心思照镜子？嘴上嫌弃着，可还是将铜镜拿给了他。于珊珊看着镜子的自己，只见里面的人没有一丝改变，还是他本来的相貌，这让他放下心来。他记得自己和几个特工同伴在执行刺杀任务时被骗了，目标根本没有在那景林别墅，而是埋伏好的保镖。他在突围时跑上了山顶，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跳了山崖，不想一睁眼便看到了他们母子。桑战看着这个女人异常举动，眸光暗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问一下，我一直昏迷着，怎么就成你媳妇了？你呀，是被这村里的屠猎户从山上救下来的。当时你昏迷不醒，他便直接把你背到我家，因为他知道我想娶婆娘却没钱娶，所以呢，他便让我出了3两银子把你买下来做我的媳妇儿。3两银子？你想花3两银子就买个媳妇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昏迷不醒就好糊弄？谁糊弄你了？幸好你是个半死不活的，那屠猎户怕惹麻烦，才低价把你卖给了我。你要是好模好样的，我还买不起呢。等我伤好了，我会想办法把银子还给你，反正我是不会给你做婆娘的。那既然你这么说啊，我们就好好算算，你应该还给我多少银两？不是说3两银子吗？买你的确是3两银子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昏迷不醒了3天，要不是我用了500年的人参给你服用，你可能早在2天前便死了。500年人参？哼，别怪我小瞧你啊！你家这破屋烂户，要是有500年的人参，你还会这么穷？哼，我家穷是不假，可那人参是我前几天在山上刚挖到的，本还想着过几天到城里把它卖了换钱，这样我们一家也就不用过这穷日子了。谁知道那屠猎户把你送到我家的时候，你已经奄奄一息了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母亲心善，看不得你就这么死了，便决定把那人参给你服用，你这才捡了一条命。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信了？你们家这么困难，怎么会轻易用500年人参救个快死的陌生人？不信？桑战嘴角微扬了一下，转身便出了房门。这时，一个美貌妇人走了进来。姑娘，我是阿战的母亲，名叫林姑。您刚来我家时，的确是生命垂危。我儿子看你可怜，便咬牙将500年的人参给你用了。你现在能安全的醒来，全靠那颗人参。现在你没事了，你可别辜负了我儿子的一片好心啊！于珊珊闻言，心头一跳。要是那桑战这样说，他还抱有怀疑。可这灵姑也这样说，倒让他有着一丝犹疑不定。虽然他们母子都互相推诿是他们一人做主救了自己，可在他看来，不管是谁做主，他们一家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大婶，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，踏实，我定会报答你们救命之恩的。我叫你珊珊吧。珊珊啊，我儿子从小就心善懂事，只因家里太穷，导致没人上门说亲。本想着用人参换了银钱，便能买房娶媳妇儿了，不想你来到了我家。看在我儿子为你舍掉一颗500年人参，你还是答应留下来嫁给他吧。大婶，这事让我想想。于珊珊不好断然拒绝，毕竟自己能活过来是人家的功劳。这时，桑战又走了进来。那，这就是你吃剩下的少半根人参，这参根可不是几10年就能形成的。于珊珊接过人参看了看，她虽是特工，可也略懂医理，鉴别人参年限她也懂一些。这参根与深深的皮越老，颜色越暗，参的年龄越长。眼前的人参的确有些年景了，只是具体多少年她也看不出，因为这人参已经没了多一半，让她不能从头辨别。你这人参值多少银子啊？证据在眼前，她想否认也不行了。这500年的人参可是珍稀的药材啊，关键时刻它是真的能救人性命。我呢已经打听过了，此等的上品人参市值5万两银子。你要是不愿意做我婆娘，那你就还我5万两银子好了，买你那3两银子就不要了。这样我够意思了吧？5万两，这500年的人参还真值这个价钱。可他现在哪有古代银子给他？等我伤好了，我会出去挣银子还给你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你以为那是3两银子呢还好还，那可是5万两，你就是挣一辈子钱也还不清。再说了，我救你就是为了有个婆娘，不然我干嘛浪费一颗500年的人参来救你？这事儿呢，全村的人也都知道了，他们还都说我傻呢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那人参卖了，到时候不只有钱，还会娶好几个婆娘，犯不着救一个半死不活的人。现在你要是不嫁给我，那我岂不成了村里的笑话？以后你让我在村子里怎么立足啊？桑战一副吃亏恼火的模样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以夫妻名义过着，等我挣到银子还给你，我再离开。也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挣钱。于珊珊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便答应了，这让他不由松了一口气。
于珊珊是吧？现在该我问你了，你是哪里人啊？为什么昏迷在山上了？桑占看了一眼她的穿着，眸中有着纳闷。于珊珊怔了怔，她要怎么说，想了想，然后故作不好意思道：我好像忘了一些事情，我只记得自己叫什么，其他的我一时想不起来。她现在只能装失忆，不然这穷小子会越问越多，到时让他怎么回答？桑占闻言，眷脸微沉了一下，想着他刚刚醒来时的异常，又是照镜子又是问国号的，倒是真像忘了东西一般。既然如此，你好好养伤吧。不爽地说着，便出了屋子。珊珊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去。林姑微笑地说完，便也出去了。于珊珊见他们都走了，随手又摸了摸头上的绷带。天，还真有穿越这一说。头不疼了？轻了很多。哎，你这衣服的款式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你这是从哪儿买的？我忘了，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。桑占低眸看着对面的女子，这女人周身有着一种独有的气质，冷艳中带着妩媚，让人不自觉的便想多看一眼。一身黑色紧身装凸显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材，让她看了都忍不住心跳两下。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？于珊珊故作低头想了想，然后抬头看向他。目前我真的是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你最好想不起来，若是你想着逃跑，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。桑占一顿威胁，接着便转身出了院门。于珊珊挑了一下眉头，自己要是走，谁能拦得住他？要不是报恩还钱，他才不跟他扮演假夫妻。带回了屋，林姑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。珊珊，这是人参汤，你趁热赶紧喝了。谢谢林婶。于珊珊笑着接过药碗。珊珊，虽然你和阿占是假夫妻，可在外面你们要表现出很恩爱的模样，这样啊才不会让外人看笑话。你也不能喊我林婶，你要叫我婆婆，喊他爹为公公。林姑柔和道：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知道就好，快喝药吧。于珊珊应着，便端着药碗慢慢的喝着。待喝了药，于珊珊便睡下了。这一睡便睡到了日落西山。哎，醒醒！于珊珊忽觉有人推自己胳膊，不由睁开了眼睛，入眼的却是一片昏暗，桌上的油灯如豆。我睡了这么久了。比猪圈里的猪都能睡。桑占嘴角微勾道：你才是猪呢，我是病人，自是体虚一些。于珊珊想也没想的对了回去。胆子不小啊，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？桑占坐在炕沿上看着女人起身。救命恩人咋了？你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随便你打骂，惹急了我管你是谁。于珊珊说着，一脚踹在男人的大腿上。让开，我下去。桑占不自觉闪开身子，手指摸了一下被踹的大腿。他没想到这女人刚醒来不感到拘谨害怕，反而表现得这么随意自然，这和他预想的有很大的出入。于珊珊下了炕，打理了一下头发，然后便又去了茅厕。嘿，有意思。于珊珊回来后，看到林姑在堂屋摆好了饭，只见桌上有4碗野菜汤，还有几个野菜窝窝和一盘盐菜条，还有一个荷包蛋。珊珊，快去洗手，我们吃饭。好。于珊珊笑了笑，去盆架上洗了洗手。当她想擦手时，看到墙绳上搭着3块不同颜色的棉布巾，这让她不好意思用任何一块。那块红色的是我的，你先用着，明天我再去给你买一条。我用不惯别人的东西，等你明天给我买来，我再用吧。说着便坐在了桌前空位上。也好。婆婆，我昏迷时用的棉巾呢？啊，你的那块和你公公用的那块颜色差不多，午后你公公不小心拿错擦了脸，我怕你嫌弃便扔了。林姑有些心虚地说着，暗里踢了一脚挨着她坐的相公。其实她一直用旧布给于珊珊擦脸，她都不知道这女子能不能活，她又怎会费心的去给临死之人找新的？抱歉了，珊珊，都怪我老眼昏花拿错了，明天让阿占再给你买新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话了，快吃饭吧。桑占不耐烦地说完，便端起菜碗喝了一口汤，然后咬了一口菜窝窝。于珊珊也不再多说，拿起菜窝窝掰了一半吃了起来，嘴里嚼着滑嗓子眼的粗粮菜窝窝，着实让人食难下咽。中午还让他吃了一碗面条，到了晚上就这待遇了，看来这家是真的穷。
看着桌上的咸菜和荷包蛋，却只有桑占一个人夹着吃鸡蛋。林姑和桑大铁只吃着咸菜。于珊珊看着这一幕，眸色有着看不惯的瞪向了吃的理所应当的穷小子。吃鸡蛋好不好吃啊？桑占正要将刚夹的鸡蛋放进嘴里，闻言顿了一下，接着眸光不解地看向他。你想吃尽管吃就是了，干嘛那么阴阳怪气的？你这人是不是只想着自己呀？柴是你爹劈的，饭是你娘做的，你活不干还吃好的，让你父母吃咸菜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些不孝吗？我怎么就不孝了？我有说不让他们吃吗？是他们不吃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们不吃还不是让着你吃啊？你请着他们不就吃了？于珊珊，你算老几啊？敢教训老子？你还真当你是我婆娘不成？桑占被他对的也来了脾气。珊珊，你别和阿占吵，我们不爱吃鸡蛋，你刚来不知道我们的饮食习惯，等你习惯了就见怪不怪了。林姑赶紧劝道。婆婆啊，正因为你们这样惯着他，才让他对你们吃苦视而不见，将来你们老了干不动了，他会把你们当累赘的。于珊珊，你有完没完？老子怎么样用得着你来说？别以为我对你客气几分你就蹬鼻子上脸。你少跟我称老子的，你不孝还不让人说了，亏你长得人五人六的。哎呀，你们都不要吵了。珊珊呐，你不用为我们叫屈，阿占现在正是长体力的时候，那自是要多吃点好的。桑大铁眸中有着不快，看着于珊珊，好像他很不懂事似的。于珊珊眸光扫了一眼他们一家三口，突觉自己做了件讨人嫌的事。他好心为这对夫妻鸣不平，不但没有换来感激，反而招来多管闲事的局面。想到这儿，略有尴尬的道：“对不起啊，我这人性格急了一些，还望见谅。”没事没事，快吃饭先。我吃好了，你们吃着。说着，于珊珊起身便回了屋。以后他再也不管他家的事，等他还了恩情就离开。他们一家对他来说便是三个过客。桌前三人看着他离开，连姑和桑大铁都小心翼翼地看向桑占。不要管他如何，我们照常便可。桑占淡淡的说完，便继续啃着菜窝窝吃着鸡蛋。连姑与桑大铁互相看了看，没有说什么，低头吃着粗茶淡饭。于珊珊坐在炕上正出着神，便见桑占掀帘走了进来。你进来干嘛？我一会儿要歇息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来这儿我去哪儿啊？桑占冷漠瞥了他一眼，便去了墙角处的桌前，然后拿过上面摆放的洗漱用的东西，接着便又出了屋子。于珊珊看他出去了，也走到桌前，只见桌上放着看似牙粉的东西，看来这个朝代距现代有1000多年，因为这种牙粉在1000多年前便有了。你在那傻站着做甚？桑占这时走了过来，将刷牙杯放在桌子上。还有牙刷牙杯吗？没了。那我怎么洗漱啊？脏着。冷淡的说完，在衣柜里拿了套衣服便又走了出去。于珊珊瞪着他的背影也跟了出去。待来到院子，便见桑大铁从柴房里出来。阿占呐，洗澡水给你弄好了。桑占应了一声，便走进了柴房。于珊珊看着这一幕，有些无语。这做父亲的给儿子准备洗澡水，儿子还一副理当如此的模样接受着，这哪是父子，分明就是主子奴才，这家人怎能如此惯子？看不惯又如何？他只是个外人，没有话语权。想着便回了屋。他没有去自己的屋子，而是去了林姑的房里。婆婆，你有多余的衣服吗？我想洗个澡。珊珊啊，你身子刚好点，过2天再洗吧。林姑放下手里的针线活道：“我没事儿，我简单的洗洗就可以了。”好吧，你等一下。林姑起身打开衣柜，然后找了一套衣衫递给于珊珊。我也没有好衣裳，就这套没有打补丁，你别嫌弃就好。不会的，谢谢婆婆。道了一句谢，于珊珊便走了出去。林姑看着她离开，喃喃自语：这姑娘还真有脾气。再把她买回来时，自己本想给她换衣服的，可阿占却说不用换，一切等她醒来再说。于珊珊抱着衣服回了屋，静静地坐等着。她在等那个穷小子洗完了，自己再去洗。你的洗澡水到了吗？明天我爹就到了，不用我操心。你沐浴过的洗澡水自己就不能倒吗？你真好意思让你爹伺候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他又不是外人。
我要沐浴，你去把你的洗澡水倒了去。自己倒去，我可没伺候过人。桑占想也不想地拒绝了他，转身便上了炕。于珊珊看着他大爷似的坐在炕上翘着二郎腿，努力压了压火气。要不是看在他家救过自己的份上，他定要教训他一番。想着，拿着衣服便出去了。桑占嘴角微扬了扬，不知道哪来的野丫头，也敢使唤我，不知所谓。于珊珊来到柴房，便见浴桶的水果然没倒。王八蛋，没有大爷的命，去摆着大爷的谱。气归气，这水只能他自己倒。待看到旁边放着木桶和葫芦瓢，于珊珊便拿着葫芦瓢把脏水舀进木桶，然后再提着木桶将水洒进院子里，来回折腾3、4次才把水淘完。随后他又去提水刷干净浴桶，然后才将浴桶灌了个多半桶。待弄好，累得他头又疼了起来，这让他休息了片刻。等头疼轻了一些，这才脱衣服。当他刚脱了黑色特工服，房门便敲响了，这让他不由紧张了一下。谁在外面？珊珊，你晚点洗，我给你烧点热水，你再洗。林姑在门外道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在洗了。他忙了那么久都不说给他烧水，现在才说，这让他觉得这个林姑有些虚情假意。那好吧，你别洗太久了，你身子刚好些，莫要着了凉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屋吧。待林姑一走，于珊珊便脱了衣服进了浴桶。还别说，这初夏的季节水还真有点凉。不过她完全不在意，冬泳她都游过，这点凉意对她来说不算什么。她这特工的体质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。你多大了？忘了。年龄也能忘？桑占看他面庞虽然娇嫩，可周身的气质略显成熟，他猜测要比自己大一点。我也想自己多大了，等我想起来就告诉你。于珊珊侧身躺好看向他，桑占看着他毫无矫揉造作，也不扭捏，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模样。这哪像是一个女人来到陌生地方该有的反应，好像他跟自己很熟识似的。你多大了？18。原来你已经成人了，我还以为你还是个孩子呢。桑占听着他嘲讽自己，只是冷目斜睨了他一眼。你知道个屁！骂完便继续看书。这里是什么村？于珊珊没跟他一般见识，自己比他大2岁，就拿他当小屁孩了。东营村。村子大吗？不大不小，有3、400户人家。那离这县城有多远？20里。桑占眸光微闪道。这村里人靠什么赚钱？于珊珊继续问道。他要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。一般呢都是进山找山货，还有田里种些瓜果蔬菜啥的。这村里地多吗？都种什么？水稻和小麦。这地方很穷吗？不富裕，我家最穷。桑占笑了一下。你这么懒，你家能富才怪。于珊珊小脸有着鄙夷。也许吧。你家多少地啊？我家是外来户，只有2亩地，交了粮税地租还不够我家吃几个月的。于珊珊知道，这2亩地要是放在现代足够一家人吃的，可这古代粮食产量太低，2亩地也就几百斤，这要放在现代2届粮食要有几千斤。那你还不勤快一些去打工挣钱？打工？嘿，这词儿倒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是哪儿的方言？桑占趁机问道。我不是失忆了吗？你怎么不去找个活计啊？于珊珊面不改色换了说辞。我如何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放心，不会饿着你的。于珊珊闻言切了一声，转身对墙不再搭理他。桑占看着被他气到的女人，唇角微微扬了一下，也不再多说，将书放在枕头旁，然后吹灭了挂在墙壁上的油灯，也睡下了。于珊珊闭着眼睡了片刻，却睡不着，可能白天睡多了，让她无法入眠，这一睡不着便翻了几次身。睡不着啊？白天可能睡多了。不如我们做点别的。滚！正当空气中陷入一片寂静时，忽听一道女子情不自禁的呻吟声从另一间屋里传来，紧接着便又听不到了，好像那女人及时忍住了一般。于珊珊作为一个现代人，自是明白怎么回事，想来是那桑大铁夫妇在打扑克，本想着装死不理会就是，不想待了一会儿，那声音又传了过来。要是他一个人听了，他还可以大方的好奇听听，可身边还有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儿，那他就尴尬了。桑占听着那声音，眸色有着无奈，他已经习惯了，想着一旁的女人，他不由坏笑了笑。哎呀，于珊珊，我娘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反正左右睡不着，动动一下这个女人也好打发时间。
我怎么知道啊？这穷小子故意的，他就不相信他天天守着会不知道那声音是怎么回事。你看上去比我大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桑占忍笑道：“比你大也不代表什么都知道，你还不是这么大了还不懂帮着父母干活吗？”想看他笑话，那他便反击回去。又来，没劲。这女人还真贼，不上当。你是真没劲，懒得你睡觉。说着，于珊珊便翻了个身，闭上了眼睛。明天我去现场给您买点布匹做衣裳。谢谢。家里银钱有限，买的不好你也别挑拣啊。不会，你买什么我穿什么。那就好，睡吧。说完，桑占也不再多说。这一夜，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时空的人睡在了一条炕上。